我想中国大家对这个自拍是不管是自拍也好，或现在很流行的抖音也好，直播也好，这个对中国来讲是一个我想是新的 generation 这一代这个新 generation 他们特别热衷的一个事情。OK， 在我旁边这位先生是 Chris 王，他是 Xperi 的大中华区的 General Manager。General Manager 中文是什么？总经理。总经理，哇，这么一个 powerful 的一个 title。Chris 你好。你好。在今年的 MWC 上海，你觉得这个会上有什么新趋势啊？我觉得 MWC 上海跟 MWC Barcelona 这两个会类其实本质上意义都差不多，都是在探讨在这个手机界里面最新以及最hot 的这种 buzzwords。那我觉得在上海这边的话，它更可能主要在于说，很多是 B to B， 还有说我们在 Mobile World Congress 上面 Barcelona 听到的一些，比如说 5G 啊、AI 啊，怎么样能够在中国落地。那落地这个词其实还蛮有意思的，它其实就探讨说怎么样能够在更符合中国的消费市场以及大众市场，然后去推广这样子的一个技术和科技，就是一种 localization 是吗 ？localization 对。那我相信在中国也是很多毕竟很多厂商他们更关注在于说怎么样在中国这个大市场里面能够创造出更好的这个商业机会。然后刚才你跟我说，在 Barcelona 你觉得看了更多的新产品，但是这次在上海没有什么特别新的产品，是吧？对，那我想也是在中国很多企业里面，他们现在更推向于说，在这个自己做一些产品的创新和发布会。那所以在巴塞罗那展上面的话，可能有新的产品出来，可是在 Mobile World Congress 上海今年我们就没有看到很多全新的产品，反而是在之前 OPPO、vivo 他们有新的产品出来，但是他们有自己的发布会，而且有自己的会在别人可以看到，是的，他们更倾向于说自己做一个整体的一个发布会。那我想这个趋势也是会我相信还是会持续下去的。明白了。那对你来说，东西方市场之间主要的行业差异是什么呀？我觉得问题也是挺有意思的，因为东西方以手机市场来看的话，我觉得中国的产业它走得更快。那当然，这个快的定义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和定义和这个见解。对我来讲的话，它的快更是偏向于说，怎么样更快的在中国的市场能够铺垫和铺路。你可以看到像是他们也勇于尝新和创新。比如说像 OPPO、vivo 他们推出的新的产品，在本身的这个 industrial design 上面，他们都有新的一个 feature， 比如说 camera 是 high 的 camera。那他们其实在推出新的产品的时候，他们更会希望说，看看市场的态度、接受度怎么样。然后如果说市场接受度可的话，它很快就会再铺到其他的产品线下面。明白了，那也是跟 marketing 有关是吧？因为我觉得在这种大中华市场，大家都特别喜欢自拍，是不是 ？Selfie，always selfie， 必须的。必须的。所以这个手机上的这个 camera 必须特别好，尤其这种 front-facing camera， 是不是？是的。我想中国大家对这个自拍是不管是自拍也好，或现在很流行的抖音也好，直播也好，这个对中国来讲是一个我想是新的 generation 这一代这个新 generation 他们特别热衷的一个事情。那 camera 手机本身很多厂商它跟随了，比如说美国苹果的脚步，有一个刘海，我们叫一个刘海。那可是刘海这个情况，有些人并不这么的这个喜欢，所以我想这个创新在中国倒是我想是全球第一个，它能够把刘海去掉，那同时开创了一个新的方式，那同时也保留了这个前置摄像头的这个 feature。那对中国这些 consumer， 你觉得最重要的 feature 是什么？是相机？是 performance、speed？ 我觉得中国的消费者其实还蛮难去这个讨好他们的。其实他们的要求挺高的，尤其是在中国消费者上面，他们更着重于说整机的表现。你不仅仅要有最新的 feature， 你还有黑科技，还要有黑科技和新卖点。这个是我相信很多中国消费者他首先看的一个抓住他的这个注意力的第一点。那第二点就是他们整个手机的，他们叫跑分。
也就是说，整个手机的整体表现，不管在于说它的这个 CPU 也好啊，它的 battery 也好啊，它的这个其他的 function 也好，都必须要高于其余的这个业界内的手机。所以我相信手机行业在中国其实竞争非常的激烈，因为它的客户、它的消费群体、它的要求特别的高。像苹果这么一个牌子，在国外非常的有力，是吧？就是 always number one。但是苹果在中国，你觉得他们有这个 chance 能到 number one 吗？我觉得苹果目前以出货量来看，我觉得在中国它的占有率还是挺大的。那毕竟苹果它带来的是一个不一样的光环，就像喜欢苹果的人总是有一群忠实的粉丝。可是不可否认的，其实在中国其他的自主品牌、自我品牌，它的势力逐渐在扩大，他们的粉丝群，不管是华为也好，不管是小米也好，中兴也好。他们自我的这个品牌的这个意识度，以及他们的忠心程度，其实不输于苹果的粉丝。所以我相信这个不久将来，中国的粉丝他们的力量，绝对会大于这个全世界任何的手机厂商。那你现在手机是什么呀？既然你问了，其实我一直以来都是这个苹果的爱好者，但最近我刚用了一款新的华为的手机，对，它是 P20 Pro， 长得有点像苹果的手机，是不是？虽然讲，可是它的特色在于说它有3个摄像头，然后还有他们跟徕卡的合作，所以这款手机这也是第一次。其实我很久都没尝试过 Android 的手机了，一直以来都是苹果。可是毕竟苹果在中国它整个服务来讲，它的 ecosystem，没有像海外这么的完善。所以这一次我尝试了这个 Android 之后，在国内我发现它的这个整个流畅性、它的 App 以及它的服务，其实都挺好的。所以对我来讲，你挺满意？挺满意的。其实这算是我现在的 go to phone。现在这后面就有3个镜头是吧？是的。明年会不会有5个呀？或者6个，或者15个？我想这个也像是我们在探讨在家庭影院这一块。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一开始家庭影院是一个5.1的喇叭场景，然后很多人就说你从5.1到7.1到9.1到11.1，有没有可能你一直要求更多的喇叭？那当然，更多喇叭你整体的音场效果更好。我相信更多的摄像头它能够捕捉，或者是他们能够做的处理运算，或者是能够抓到的。其实的照片效果会更好，可是有没有这个必要？我倒觉得还是留给做手机厂商的人来分析好吧，对，是吧？要是你能设计一个最理想的未来手机，会有什么功能？这种手机对我来讲，最理想的手机就是知道我在度假的时候，把我的手机所有的电话都挡掉，或自动回复。No, delete。对，不过我觉得手机它最重要一点，第一它的 battery， 我相信。对我来讲，尤其是我24小时在电手机上面 ，battery 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个 feature。那当然，第2个就是它整个流畅性。对，那很多时候，像我常会下载一些 app 啊、app 啊，看影片也好啊，听音乐也好，我希望它能够很流畅的帮我连接到我任何的，不管是蓝牙耳机也好，或是外接音箱也好。那第3，其实对我来讲就是安全性。所以我个人就是电池流畅和安全。这个是我希望可能在功能上面对我来讲，自拍可能并不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需求。是吗？我看看你这个 album 里头有多少自拍的。还是算了。我看看。但是这个 show 手机应该自拍特别好，是吧？是的。那行，那咱们来个自拍。来个自拍吗？试试。行。看你这相机怎么样？我来试一下。它其实这个手机它有一个特点是在于说，当你在拍照的时候，它知道你在拍什么，所以它还能够帮你做自动的美颜。哇哦！我是一个模特啊！哇哦！来，我们来拍一下，我看一下1、2、3。好确实不错啊，好清楚。它做了一些特殊的处理，非常清楚。然后后面这个蓝更蓝了，好像。是的，它的整体的这个，我想它跟徕卡的一些在这个色彩上的调试啊，其实做的倒是挺到位的。确实不错。那好，谢谢 Chris 啦，跟我们谈话。谢谢你。OK。